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为杨紫看199的爱情，却被29岁的女2号给吸引了，应该是华人艺人吧？期待已久的199爱情被杨紫直播毁了。终于，它顺利开始了，因为前言表明人们关注复古的恢复。由于杨紫和范丞丞这2位知名艺人的扩张，这个题材的名气一飞冲天，所以在刚宣告全线后，就主动展现出未赚先出的格局，作为剧中的冠军。实时交流的时候，杨紫毫无疑问是这个团的中心。她发现她加入了聚会，她无法掩饰自己的幸福。从她的兴高采烈中，似乎可以看出这次的参赛团应该让她很满足。离开老东家后，他开始在个人工作室工作和安排，在更加自由的同时，他做出的选择也一次又一次的让人们震惊。首先，这是时隔一段时间后第一次挑战大银幕市场。因拍摄刑侦片，他客串了贾玲的励志片，终于长情破译了半年。当时大家都以为他要走偶像剧之路，从童年时期的《家有儿女》到过年后成名的《余生》，他又回到了往常熟悉的都市剧。在现在的剧中，他基本上是不会掉链子的，这次显然也不是特例。杨紫高的小辫子，满脸的本质，他会一直演到生命的尽头。在该团队做出权威声明之前，现场服务的照片已经在网上流传开来。只见画面中的杨紫主动穿上了组合的衣服，白色的长袖造型基本，当天的化妆品和头发也跟白开水一样纯净。优雅的高辫子，柔软的八字形刘海，淡淡的眼妆和润唇膏。她在阳光下微微一笑，脸颊上的酒窝若隐若现，一副女大学生的年轻模样。从命令式的介绍到被问及临床表现，杨紫曾因规律的台词被嘲笑过时。幸运的是，她现在用她的团结证明了她的地位在线。据悉，她将在剧中饰演黄英子一角。她是幻影小姐姐，是货真价实的记者，是亲切群里的开心果。从少女时代的懵懂到走入大众后的彷徨，杨紫想要重新解读一个人的半生。在这一点上，她早就在胡香香那里占了上风。那时她才19岁，最近演完了胡香香从小姐到妈妈的互动，让首长大吃一惊。现在再次尝试，通常是非常期待的。假设你看了她一眼，你就不必为展览的兴致而紧张。除了她之外，后来没有出现在现场的女1号朱燕曼子也离不开演技。29岁朱燕曼子出演女配，国剧规定是华人艺人，戏路够广。比杨紫年轻1岁的朱燕曼子，在她面前有种理所当然的精明感。论做工，她绝对是顶尖的替补。在弄清楚如何表演之前，她曾在北舞中学学习歌唱和舞步。17岁时，她成功考入国剧，毕业后被学校推荐为校友替补。从那时起，她实际上进入了公共剧院。无论是学业还是影视剧拍摄，她的孩子都吃得很饱。很多人都知道她，可能是通过《奇幻淮南城恋》的网络节目形式认识她的。作为第1本书的作者挑选的勇敢的女人，她扮演的洛枳正是无数书迷所想的冷酷而激烈，转而自由。虽然那个节目名气不大，但朱颜曼子想出了脱颖而出的办法。出现了这么多年，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大小姐，生活风风火火。她还是一个绿茶密谋的小女替补，什么角色都能演，演技也不局限于偶像剧。前段时间在《如影随形》中，她饰演的教育工作者一身白裙，为人处事娇柔，看似迷人的极品小白兔，实则是白切黑，报应无情。她几乎不相信公平会到来，所以她杀死了所有的对手，浑身是血，但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担心。如此低贱的英雄，在国产剧中实属少见。171集的她，身材合理，造型酷炫，不知道这次有多少人乐于帮助杨紫。02，杨紫被迪丽热巴粉丝称为流氓，直到有事发生。本来这也没什么，只是一个没人经常想到的投票，或许不是粉丝的人不会介意吧。不管怎么说，
很快迪丽热巴的粉丝就跳出来说杨紫抢了热巴的当众。解释是先是艾特热巴，然后是艾特的杨紫，但是17分钟后变成了先是艾特杨紫，然后是热巴。爱丽丝气呼呼地骂杨紫是流氓，紫书主义，默认优先，分明是热巴的 No.1。当专家们投票时，他们成了杨紫，估计是杨紫烧钱给专家了，然后就在这段话下开始荒唐地侮辱杨紫。罪犯吃蛋糕，何不咬牙切齿求助悬赏？说实话，校队员也被这些骇人听闻的话给吓到了，所以我去一探究竟。权威说明，这个建议的结果取决于70%的组合，最后会有定位的调整。更何况校队员在发文时犯了改错，才出现了这个笑话。更让爱丽丝不服气的是，她先投了票，却能的亚军。可能在任何时候30%的专家值70%。文本在17分钟后被更改。第一遍第二，是杨紫收买了专家。老实说，我是在了解之后才找到一些东西的，所以我就顺利地剖析了它。70% 的客户投了票，并不意味着70%的人决定支持热巴。杨紫的票数不低，在两者不相上下的情况下，30%的专家投票是重磅奖励。2.17分钟后的变化是舞台的粗心，不是艺人的矛盾问题。闹出这个乌龙，你也在审视舞台。您出于什么原因要冒犯矛盾的艺人，还用这种骇人听闻的语言？另外，文案可以跑题，但是图片不能跑题，而且图片从来没有改动过。杨紫肯定是主力。3. 打赏专家，这也很有趣。杨紫现在正在拍电影、电视剧、春晚、文艺演出，这种不出圈的考核需要烧钱来还清吗？帮助她成为第一个吗？而且就都市人气来说，林之孝现在是第一，需要花钱买这个吗？专家们为什么决定支持杨紫？说到底还是演技的问题。你敢说热巴载入玉军的演技胜过杨紫吗？别自找麻烦了好吗？4. 紫书主义，我也偷笑这个。其实我记得最近杨紫被嘲笑家族工作室哪来的资本？不得不说，乌龙是舞台造出来的，找股权找舞台，太可怕了。惩戒杨紫只会让热巴少一点恶名。你怎么看？杨紫在这波浪潮中无罪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